为什么喜欢杨紫的人大多是女生？近日，由杨紫和程毅主演的《沉香如粉》火爆热搜，相信不少人都会想到杨紫，把90后的小花带在身边。毕竟，在超越岁月之内，杨紫肯定和她的名字一样粉红色。为什么喜欢她的女孩的恋人最多？首先，杨紫的爸爸妈妈眼光长远，在演完《恶搞之家2》超越了《恶搞之家3》之后，他们让杨紫快点回高中看看。他们说名声需要早点完成就为时已晚，但是任何没有亚文化作为背后的早期声誉都不太可能走远。杨紫接受了完整的义务教育，直接考上了重点名校，还说她在北京的化学反抗成绩中还得了奖。你可以从她的采访中得知，她很有文化，能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思维敏捷。其次，她是一个认可度很高的女演员，对代言厂商非常严格。杨紫为国家多项公益代言负责，海外奢侈品牌如辱华传、新疆棉花事件发生，机会度可能非常高。杨紫剧组实际上是奢侈品牌代言机会评估，做出了一个负担得起的决定。杨紫自己的角色是一个想要演戏、放松生活的优质女演员，现在不再是一个想要通过使用过多的网站访问者减少费的方式赚钱的爱豆食物。她代言的标志识别也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反复验证。您拥有的背书越大，您的徽章倒塌的危险就越大，因此您拥有的背书越大越好。杨紫有古玩艺术家的个性，对艺术品的追求往往是第一位的，平时都是通过文学和艺术品把人当成手工，现在已经不承认支持人手工消费了。最大的重要成就问题是成为一个人，以及包括使用一个人成为一个人的能力的联系。想一想，他是如何被赋予《欢乐颂》中秋盈盈的位置的？原来是因为在长沙之战中遇到的孔生。他的兴趣因为香蜜沉沉的挥尽如霜而大涨，通过青云志导演的方式转化为导演。我敢打赌，这就是为什么杨紫经常是女主角的原因。大家对于杨紫的新剧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下您的评论。肖战和黑人是真爱，好看的健康，全新的发型一下子抢尽风头。肖战微卷短发造型霸气又好看，荷尔蒙爆棚。略带古色古香的长发，黑色健康的外形，手臂和脚趾都是绅士的沉稳优雅，圆滑的阳光大块头当之无愧。肖战身穿黑色上衣搭配黑色西装外套，很有绅士风范。黑色上衣的领口解开，露出了肖的角质领口，荷尔蒙气息扑面而来。黑色的上衣是有浅色的纽扣，让上衣变得轻松，不再单调。黑色西装外套是一种传统的剪法，让整体的外观非常好看和时尚。西装外套让肖的肩膀更加敏感和立体，还补充了一般搭配的视觉冲击力。上衣塞进裤子里，让整体搭配体验层次感十足。收腰的收紧凸显了肖的角质腰线和纤细的腰身，同时也恰到好处地修饰了肖的骨架份额，拉长了整体搭配。肖的脚趾上那双黑色的皮鞋，一下子就比整体的神秘气息更胜一筹。应该说，肖战和黑色肯定是有爱啊，每一套黑色造型都是对审美的颠覆。身穿黑色高领毛衣搭配黑色西装外套，肖战在余下的一组造型中显得绝无仅有，但每一个都非常好看。套头衫领口过长，让小小的领口更显修长更长。西装外套饰拼部减少，线条锐利，非常好看又时尚。肖战身穿白色衬衫和黑色西装外套，白衬衫的前面是用黑色元素拼接的，两种元素的对比非常强烈，表现出强烈的视觉反差，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这套造型看起来比较帅气，给人一种很慵懒随意的感觉。你还在嘲笑张艺兴没有代表作吗？与音乐和表演相比，他的成就更令人印象深刻。说到张艺兴，忠犬爱丽丝首先想到的是 EXO， 只是在鹿晗、黄子韬等成员相继解约后，这个组合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味道。虽然张艺兴在合同期内选择继续坚守团队阵营，但从其后来的发展来看，显然没有以前的辉煌和成就。
现在张艺兴已经到了30岁。说到他的代表作，很多粉丝只停留在他的形象上，都知道他唱过什么歌，演过什么戏，做过什么事。我不知道，为此愤世嫉俗的情绪就来了。特别是几年前他上土豪大会的时候，被其他嘉宾投诉了，张艺兴因此被黑，他的恶意调侃变得更加汹涌。从 EXO 出道的巅峰时期到现在被调侃没有代表作，在娱乐圈白手起家的张艺兴，真的是这样的吗？张艺兴不是没有实力，而是不愿意迎合。的确，在组团过程中，张艺兴作为成员之一，创造了很多辉煌，不仅在国内掀起了追星的热潮，在世界范围内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其影响力在今天不亚于弹丸之地。青年联赛，只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不散的团体。在中国队员面对巨额违约金相继离开 EXO 后，张艺兴一度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作为唯一没有在合同期内解约的中国成员，张艺兴在得到爱丽丝支持的同时，也无端背上了一些恶名。虽然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最后张艺兴还是独自抵抗了一切。回国发展后，他开始在多个栖息地发展。在学习音乐作品当歌手的同时，他的事业也全面开花。作为一个演员和制片人，他以不同的面孔呈现在观众面前。而他开始走上演员的道路，这与极限挑战的男人帮有很大关系。在孙红雷、黄磊、黄渤的大力推荐下，他从配角的位置上肩负起了主角的重任。只是他不是专业出身，从开始演戏到演几部影视剧，他一直在抱怨和批评。尽管《相约记》和《扫黑除恶》的到来，张艺兴的演技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仍然难以突破，无论是台词还是表现力都受到质疑。虽然这些剧目在当时比较受欢迎，但至今未能成为其代表作品。而这个代表作的定义，并不仅仅是因为剧目受欢迎，还要看剧中演员的表演是否能支撑起整部剧。对于偶像剧出身的张艺兴来说，在很多资深剧迷眼中，他还达不到合格的程度。而在他应该最擅长、最拿手的音乐领域，也一直在碰壁。就拿之前被业界称赞的《莲花》来说，虽然创意数学也获得了不少奖项，但在很多听众眼里，却说这种类型的歌曲无法欣赏。而其传唱度相对较高的《梦不落雨林》，也是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第3季被李斯、丹妮等人翻唱后，才得以突破重围，再次唤醒听众的耳朵。而他的抒情歌曲《一个人》也是做到了翻唱比原唱要火的系列。这样看来，不管是做音乐还是演戏，张艺兴看上去并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代表作。然而，这并非是张艺兴不够努力，他的实力毋庸置疑。换个角度思考，他的作品现在很多听众都欣赏不来，主要还是因为张艺兴本人并不想随波逐流，曲意迎合已经泛滥成群的网络歌曲，而是坚守自我，不忘初心。比起演戏与音乐，张艺兴有更傲人的成绩。相较于自己要留下什么代表作，对于华语乐坛和演艺圈而言，更重要的是传承与延续。如今张艺兴言传身教，在自己大航海的演唱会上，主动将 C 位让给未来的种子选手染色体成员，这一举动无不让人感动和钦佩。而此前张艺兴空降粉丝群，手动回复粉丝以及反拍粉丝的举动，也是做到了爱豆与粉丝之间的双向奔赴。相信粉丝也会刻骨铭心，久久追随偶像的步伐，让自己变成努力再努力，以及更优秀的人。其实，相较于红极一时，可以成为经典的代表作，更值得骄傲的是潜移默化的传承和精神。张艺兴在脱口秀节目中黑脸，并非是玩不起，而是在认真思考嘉宾所提出的槽点，自己该如何实现转变，一心只是想要做得更好、更完善。而这同样值得骄傲。